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要放生的是鱼豆腐。什么鱼豆腐？这是我给我妈80大寿祈福的8888只锦鲤啊！你自己看，2大桶速冻鱼豆腐，你要给你妈祈福放生超市卖的速冻鱼豆腐。boss， 这就是我给你买的锦鲤呀。你管这破鱼豆腐叫锦鲤？可是经费只有2000啊，鱼豆腐也是鱼做的呀，放生了一样能投胎成正经锦鲤，给老太太积福的。我活了80年，头回见这么丢人的事儿！8层瘦膏崩了，里面全是纸壳，奶油甩了肖总一身定制西装。许娇娇，我杀了你个蠢货！作为公司资深采购经理，我太清楚老板何建新的抠搜本性。打印纸必须用到发黑，最便宜的大桶水限量供应。他新给我的任务是让我采购8888只锦鲤，用于年会放生给母亲冲喜。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赶制预算报价表，然后去办公室交给这个抠搜的老板。老板，这是年会的采购单，您审批一下。放那吧。8888只锦鲤定了没？要颜色好看的，给我妈80大寿祈福。定了，2块一只，17000元，包货包损，还多送100只。话音未落，许娇娇蹬着高跟鞋走来。boss， 人家对采购方案有疑问。李姐，让我看看你买的啥好东西。哇，锦鲤居然要2块一只！李姐，你肯定是被骗了，锦鲤哪里会值2元一头？都什么年头了，你不会去网上比比价吗？你看，拼夕夕5毛一只还包邮。李姐，你吃回扣吧。小李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17000块，至少1万是回扣，这是观赏锦鲤，市场价5元以上，网上货不对版。boss， 我2000块就能搞定8888只。白养你这么多年，这点事儿都做不到。娇娇接管采购，小李降为专员。谢谢 boss， 我一定好好干。我攥了攥手心，没有说话，脸色沉沉地走出办公室。李姐 ，boss 说了，年会采购的事交给我，你可要好好跟我交接呀。办公室里，大家纷纷侧目。我本着负责的心态，把年会物品的供应商目录和价格表一一转交。想到这儿，我松了口气，年会采购的工作一给出去，倒是清闲了。正想去茶水间泡个咖啡，却看到许娇娇拿着供应商价格表往我工位来了。李姐，吹风机你报2799，网上1500就能买，1年差价好几万，钱进谁兜里了？许娇娇，历史所有的采购单据都经过公司层层审批，还请不要空口白牙，污蔑我和其他同事工作的成果。你就是吃回扣，别狡辩了。你污蔑我，我已经录音，保留起诉权利。你敢威胁我？你等着，我早晚会抓到你把柄。一起来看看我给公司买的锦鲤哦。不错，办事效率很高。降0.01元入手的观赏锦鲤，挺好，但真的只要0.01元？看30秒广告领红包，只要1分钱，能省则省。哼，娇娇整理报价合同，订8层祝寿蛋糕。小李，你来我办公室。证据都看清楚没？这行圈子小，自愿离职的话啥事儿没有，签了它，好好交接。老板，这些不足以作为证据，所有采购均按流程审批，您执意解除合同，请按法律补偿我 N+1。你能力不足还涉嫌回扣，没直接辞退你算留面了，你确定不签？老板，您辞退理由是什么？工资和补偿何时到账？小李啊，这样吧，你先回去休息2周，等 HR 通知再来上班。那还请您邮件告知我休息的天数、工资如何发放、何时复工，并交定公司 HR 部门。你明天别来上班了。这天下班，我正在市场买菜，却意外看到许娇娇的身影。老板，你这儿有小鱼苗卖吗？彩色的那种。小鱼苗去隔壁花鸟市场，我这没有，别挡着，耽误我生意。什么人嘛，问句话都不行。大生意呢，你不做我就给别人做。控制不住好奇心的我，默默压低了帽子，跟在他身后。老板，这锦鲤怎么卖？锦鲤敢要3元，不如我手里这5毛包邮的这只，我可是大单要买很多，你想清楚再报价。网上5毛包邮，那你去网上买啊，我这不还价。我真是越来越好奇，他如何用不到2000
买到8888只锦鲤。时间很快的来到了宴会这天，老板的母亲坐着轮椅被推上舞台。今天年会庆典，同时也是我母亲大人80岁生日，双喜临门，与大家一起庆祝。开席前，有请鸿运寺的高大师为母亲送福，并放生8888只锦鲤祈福。阿弥陀佛，祝老夫人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老板大气啊，锦鲤可不便宜吧？8888只，不得好几万？人家有钱又孝顺，吾辈楷模。阿弥陀佛，愿以放生8888只锦鲤的功德。这是什么？为贺老太太80大寿，岸边早早围满了宾客。男人们西装革履，交头接耳；女人们妆容精致，举着手机拍照。酒店的后台与前台的热闹恍若两个世界。李云晓被何建新刻意安排在后台看管礼品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，脸上没有丝毫波澜，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了。他心里清楚何建新这是故意排挤他，不想让他出现在宾客面前，生怕他当众拆穿许娇娇的采购猫腻。如今只盼着30天期满，顺利拿到赔偿金。就在这时，后台的另一侧传来轻微的响动。李云晓抬眸望去，只见2个酒店的工作人员正费力地推着2个红色带寿字的铁桶，被黑色的盖得严严实实，上面还贴着一张简陋标签，写着锦鲤2字。这桶也太重了，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？看着也不像是活鱼啊。谁知道呢？是那个新来的采购官员让我们放在这儿的，说是放生用的锦鲤，让我们小心看管，别碰倒了。我看啊，这哪是什么锦鲤，说不定就是些廉价鱼苗，搞不好还是死的。李云晓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，他隐约猜到许娇娇恐怕是玩了什么花样，可他没有立刻打开桶盖查看，一是没这个必要，二是不想再卷入这场闹剧，只想安安静静的等到离职。他重新靠在礼品堆旁，拿出手机，漫无目的的刷着消息，耳边的掌声和欢呼声越来越近。肖总、林总、王总，今天可是我妈80大寿，特意搞了8888只锦鲤放生，给老太太积福呢。何总真是孝顺啊，这8888只锦鲤不得花不少钱？还钱不算什么，我妈开心就行。这锦鲤都是我新来的实习生小姑娘订的，她会过日子，比那些干了7、8年的老油条靠谱多了。那小姑娘挺能干啊。可以啊，何总，会用人啊。高大师走到湖畔，对着何建新和老太太躬身行礼。阿弥陀佛，老施主福寿安康，何施主孝心可嘉。贫僧今日前来为老施主祈福，愿放生功德护佑老施主长命百岁。阿弥陀佛，那贫僧就掀开桶盖，准备放生了。好，大师您请。他话说一半没了声音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大师，怎么了？这不是我订的8888只锦鲤吗？锦鲤？施主你自己看，这是鱼豆腐，整整2大桶，全是锦鲤形状的鱼豆腐啊！高大师深吸一口气，胸口剧烈几动，他闭了闭眼再睁开，眼底满是无奈与肃穆，对着脸色煞白的何建新和气到浑身发抖的老太太缓缓躬身行礼。施主，贫僧在此恭贺老施主寿辰，可放生鱼豆腐乃是亵渎生灵之举，不符合佛家仪规。许娇娇，你给我滚过来！boss， 怎么了呀？这就是我给你买的锦鲤啊！你管速冻鱼豆腐叫锦鲤？我让你买活的观赏锦鲤放生，给我妈祈福，你就给我买这个？可是 boss， 经费只有2000块呀，我也没办法嘛。鱼豆腐也是鱼做的呀，反正都一样。哈哈哈，笑不活了！第一次见放生鱼豆腐的，2000块买8888只鱼豆腐，我以为我够抠了，没想到你这是抠出3届了。我活了半辈子，第一次见放生火锅食材的，真是长见识了。有人忽然喊了一句，老板这才发现坐在轮椅上的母亲捂着心口晕倒了。儿啊，娘的锦鲤就……老太太话没说完，晕厥过去。
老板见状，惊慌失措地从老太太衣兜里取出速效救心丸，好在没闹出人命。妈，怎么了？老太太，你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何总，不好了，那8层寿蛋糕崩开了！什么？8层蛋糕才切了点边角，就从中间崩开来，里面全是纸壳，奶油在不少宾客的身上，还有人在慌乱间踩到地上的奶油，重重滑倒。许娇娇，我打死你个蠢货！你被开除了，马上给我滚！许娇娇没再辩驳，只是捂着脸，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现场，年会也因此终止。我在后台偷笑的不行，手机这时弹出一条短信：盛和集团邀请。我大吃一惊，那可是龙头企业，比现在的公司规模至少大7、8倍。收拾好心情，我来到酒店的楼梯间，准备打电话。轻手轻脚推开防火门时，看到许娇娇站在下面的楼道里，正在跟人通话。冷风从窗缝灌进来，带着一丝寒意。我屏住呼吸，指尖轻轻推开门缝，连呼吸都放轻，心脏砰砰狂跳。直觉告诉我，门后藏着的秘密足以颠覆这场闹剧的真相。大哥，我搞定了。我赶紧打开手机静音模式，拿着手机开始录像。对，何建新那傻子全信了。供应商表格和报价，我等下就拷给你。对，就是你要的那个底价表，定金先打过来啊。那傻子把李云晓开了，没人能发现。李云晓躲在防火门后，将许娇娇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。他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，心中的疑惑也彻底打开了。原来许娇娇根本不是普通的实习生，而是竞品公司派来的卧底，破坏合作关系，再趁机窃取公司的商业机密，这是他精心策划的阴谋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公司陷入混乱。好，备份好了。我默默把视频上传到秘密网盘备份，许娇娇可别想美美抽身走人。这时，手机忽然震动起来，老板何建新来电。还好我动作快，已经合上门跑了。我关上防火门跑了，与此同时，外面乱成一锅粥了。老板将老太太送上救护车后，苦着脸留在现场，跟几家关系不错的合作伙伴道歉，毕竟都是总裁、副总级别的人来赴宴。老板亲手帮人家擦掉身上的污渍，又送出提前准备的名牌跨年伴手礼，看到奢牌皮带、包包，还有大牌的护肤品、口红等，几位宾客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些。咦，这口红不对啊，这不是假的吗？我自己用的这个牌子，质感完全不对啊。什么？假的？我这瓶精华不对啊，这都过期2年了，你看这日期，2023年就到期了。我这皮带也是假的，这 logo 都印歪了。不是，这都是那个实习生许娇娇买的，她搞的鬼，我给你们重新买。重新买？何建新，我们跟你合作这么多年，你就这么糊弄我们？拿假货糊弄我们？口红膏体都融化了，护肤品过期半年，你把我们合作伙伴当傻？就是，以后这合作也别做了。什么人啊！走了，这地方待不下去了。何建新独自一人留在了现场。完了，全完了。那些合作方都走了，几百万的项目啊！何建新第2天把我喊回公司后，小李，你回来吧，之前的事不算了，你继续做采购经理，工资恢复，年终奖照发，行不行？哦，我考虑一下。我没答应，也没回绝，只是说要考虑一下。老板却急眼了。你还考虑什么？你不干，有的是人干。3天内给我答复，逾期不候。我暗暗无语，却也没撕破脸，只是赶紧在猎头的介绍下联系了盛和集团的业务部总监。电话接通时，那头的声音意外熟悉。秦总您好，我是李云晓。之前你说的盛和的采购岗，我这边确定可以接了。太好了，小李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能搞定那边的破事儿。说真的，
之前你跟我们谈项目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干事儿的人。何建新就是瞎了眼，用个小实习生。别提他了，我15天后到岗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薪资除了之前说的30%的涨幅，我们这边还有项目奖金，绝对比你之前那个小公司强太多了。谢谢秦总，那我等你 offer。通完电话后我笑了，到那时候我左手赔偿金大礼包，右手新公司 offer， 还涨薪30%，想想都要幸福的晕过去。才挂断电话，手机又响起来。喂，厉总，您好。云霄，对不起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被建新降职、被许娇娇诬陷的事情，是我没有管好公司，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云霄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我也知道你现在不想留在公司了，但是我还是想挽留你。我已经决定了重新接管公司，把建新调离管理层，以后公司的采购部还是由你负责。我给你涨薪30%，年终奖翻倍，再给你一补偿金，弥补你这些年的委屈。你能不能留下来？厉女士，谢谢您的认可和挽留，我真的很感激您这些年对我的提拔和照顾。但是我已经答应盛和集团，15天后就去那里入职了，所以我不能留下来了。刚入职时，公司是厉总一点点做大做强的，因为生育2个孩子回归了家庭，我的采购经理职位也是厉女士一手提拔的。厉总，你有考虑过回归公司管理吗？暂时没这个打算，2个孩子我想亲自带着，走不开。我叹了口气，就老板何建新那个德行，公司早晚得倒闭。但我确实很感谢厉女士当初的提携。没关系，云晓，我理解你。盛和集团是个好平台，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都比我们公司好。你能有更好的发展，我也为你高兴。虽然很遗憾你不能留下来，但我还是真心祝福你，以后工作顺利，前程似锦。谢谢厉女士。厉女士，您放心，我会做好接下来15天的工作交接，把采购部的所有事情都整理清楚，不会给公司留下任何麻烦。好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许娇娇不是普通的实习生，她是竞品公司派来的卧底。厉女士，您不用客气。什么？许娇娇是卧底？厉女士，我还有事儿，工作交接的事情先挂电话了。好，工作交接的事情我会尽快做好。你忙吧，注意休息，别太累了。我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，剩下的就交给厉女士吧。厉女士收到李云晓发的视频后，立刻点开查看。当她看到许娇娇和对家公司的通话画面，脸色瞬间冰冷，眼底满是怒火。其实她早就发现何建新转移资产沾花惹草，为了孩子一直隐忍到今天。可她万万没有想到，何建新竟然让竞品公司的卧底混入公司，窃取商业机。许娇娇被开除后，揣着竞品公司刚打的5万定金，不敢存银行，不敢藏衣柜，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奇葩藏钱办法。这笔钱绝对不能被人发现，我找个没人能想到的地方藏起来，谁都猜不到我把钱藏在这儿。卷紧一点，不容易散开，刚好塞进去，完美贴合，封死缝隙，绝对不会掉出来。外表看起来一模一样，没人看得出来。这下万无一失，谁也发现不了。他把现金封进锦鲤肥皂，得意自己藏钱手段天衣无缝。当晚他回到出租屋，浑身脏渍不堪，哼着小曲准备洗澡，打算洗完拿钱连夜跑路这里。有这笔钱，以后日子不愁。什么东西掉了？是我的钱！千万别烂掉！怎么回事？我的5万块钱，赶紧捞上来还能用，这可是5万块定金，怎么全都泡烂了？他真是原谅他，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的钱啊！5万块全都没了，
我白忙活一场，我辛辛苦苦的卧底全都白费了。为什么倒霉的是我？好疼，后脑勺好痛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钱没了，人也摔伤了，我什么都没了。厉女士做事很快，才半小时不到，财务就给我打款了，我感动不已。我用匿名邮箱将许娇娇在楼梯间的那段视频发给了厉女士。第二天到公司时，许娇娇像个没事人似的坐在工位，旁若无人的化妆，散粉打得到处都是。哼，有的人还以为自己多厉害，还不是被开了。他都搞砸了年会，怎么还不走啊？听说他昨晚在办公室哄老板，还真哄好。你说什么呢？有本事你也哄好老板啊！自己没本事就别嫉妒，也不反思反思自己，入职3年为啥都没升职？在微信小群里狂打字抱怨，群消息很快飘到99加。我的天，何总也太昏庸了吧！居然又把许娇娇找回来了，还和她在办公室里暧昧，真是刷新我的3观。是啊，许娇娇就是个骗子，何总居然还相信她。真是被猪油蒙了心。看来我们公司是真的没救了，有这样的老板，迟早会被搞垮。还好李云霄离开了，不然还不知道要被许娇娇欺负成什么样子。我早就对何建新和许娇娇的所作所为麻木了，现在的我只想尽快做好工作交接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许娇娇则一扭一扭地往老板办公室去了。没过多久，一阵做作的娇笑声顺着门缝飘出，慢慢演变成别的声音。微信群里又炸了，大家心思全无，都在吃瓜。厉总，您怎么来了？boss， 你好坏呀！以后你可不能不要我呀！厉女士走路没有声音，发现独立办公室的玻璃门被锁住时，她没有丝毫犹豫，一脚踹碎了钢化玻璃。摄影师十分敬业，扛着专业相机冲在前头，把镜头对准了衣冠不整的何建新，还有裙子半退的许娇娇。老婆，你们干什么？出去！出去啊！警员同志，就是他们2个。许娇娇涉嫌窃取商业机密，何建新婚内出轨转移资产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许娇娇主动勾引我的，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。老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是他强迫我的，是职场潜规则。警察同志，你信我，我是受害者。强迫？我昨天装的摄像头全程都拍下来了，你跟对家的通话我也有，你跟他在这办公室里干的事儿我全拍着话跟法官说去。身后不知什么时候从哪冒出来一大一小2个豆底，对着何建新拳打脚踢。不许欺负妈妈！何建新，你这个畜生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，把公司交给你打理。我提醒过你多少次，用人要谨慎，不要贪小便宜，不要沾花惹草。你就是不听，你婚内出轨，转移公司资产，引狼入室，让卧底混入公司，窃取机密的一切，毁了公司的声誉，对得起孩子吗？对得起公司的员工吗？带走，都带回所里问话。各位同事，对不起，让大家受委屈了。从今天起，我重新接管公司，我会尽快整顿公司，弥补损失，挽回声誉。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，继续留在公司，和我一起把公司重新做好。谢谢大家。厉总，我们相信你。厉总，我们相信你。厉总，我们会一直跟着你，把公司做好。太好了，厉总回来了，我们公司有救了。老板何建新和许娇娇都被警员带走了。厉女士把2个孩子送回家后，约我去咖啡厅。云霄，真的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如果不是你，公司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。谢谢你。厉总，当初是你提拔的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何建新我已经起诉离婚了，他净身出户。
许娇娇窃取商业机密判2年，对家拿了我给的假数据，亏了几百万。这张卡你拿着，100万，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。这，你拿着，你帮我保住了整个公司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那谢谢厉总，以后有空常联系。你在盛和好好干，有需要随时找我。何建新被保释后，厚着脸皮回到公司，还想借着老板身份夺回管理权，对着员工吆五喝六，丝毫没有悔改之意。看什么看？啊？怎么都不认识我了？一个个死气沉沉的。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今天我要夺回我的一切。娘，您怎么突然来公司了？快坐下休息。您身体刚好，不该乱跑，我来照顾您。杀！疼！你干什么？别打了，打了！你疯了！凭什么打我？我是你亲生儿子，你怎么能当众打我？逆子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！我80大寿，你百般糊弄我，把我的寿宴变成笑话。我80大寿，你拿鱼豆腐糊弄我，蛋糕是纸做的，伴手礼全是假货，硬生生把我的80大寿办成了全城的笑柄。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绝不纵容你继续作恶。妈，你别乱说。所有家产，我今天当众重新安排。我名下所有房产、存款，还有我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，从今往后全部转交厉女士一人。不可以，那是我家的财产。这家公司只有小丽守得住。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即刻净身出户。妈，您别气坏身体。那怎么办？好孩子，好孩子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我没事儿，妈，这家业交给你，我彻底放心。为什么所有人都针对我？我的一切都没了，我的家产，我的公司全都没了。老太太的当众决断，彻底断了何建新的后路，也让厉女士彻底掌控公司大权。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。这一幕被员工拍下，传遍内部群，成了压垮何建新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从此，公司上下全员归心。全都完了。后来，我陆续听说厉总起诉离婚，因为何建新在婚内的种种欺骗行为，净身出户。许娇娇涉嫌窃取商业机密，被判2年有期徒刑。而我如愿进入新公司，1个月后顺利转正，薪资又涨了10%，前4的年终奖加上赔偿金有小80万元。厉总又私下赠予了我100万元。我数着账号上的好多个零，觉得未来闪闪发光。这是我们新来的采购经理李云晓，大家欢迎。欢迎李姐，何建新公司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，您太爽了，姐。谢谢大家，以后请多指教。云晓，走，我们去开个会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的项目。好，来了。